在2014年，我从吉打毕业回到来槟城。当时候一毕业回来呢，就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家里的经济问题。因为在家里呢是完全没有经济的来源。那当时候呢，我们要吃晚餐哦，我们都是去一些午市的那些经济饭档哦。等他们要关档的时候，我们去买哦。他们为了不浪费，会把剩余的饭菜都给我们。所以当时候的晚餐，5个人吃哦的打包是不能超过10块钱。然后过后呢，每一天呢都会有很多账单需要去缴付啊，或者是一些费用啊，就让到我自己本身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啊。因为一直呢都很想要找到一份工作，不只是能够资助家里的经济啊，同时呢也能够让我持续发展下去的。因为当时候的妹妹哦，在就读 diploma 哦，她也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停学，去到补习中心工作，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呢，因为我没有车，所以去到哪里呢，我都必须要搭巴士坐 ferry。所以在过程里面呢，常常会回想这些压力的时候啊，让到我有一刹那呢，就是真的很想要去了断自己的生命啊，就结束掉这一个问题哦。然后可是，在我自己本身回想起自己的家人跟学会鼓励我的人的时候呢，我就会打消这个念头啊。所以我就直接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就马上跪在玉本尊前面呢，来去唱题，唱出南无人给我。所以当时候我在唱题的时候呢，我的眼泪是不能控制的去流下来。然后为了不要让我的家人惊动到他们了，所以我就很努力的保持那个唱题的姿态，而不去擦掉那个眼泪哦。所以那时候我就唱了3个小时的题目。所以那3个小时的题目到尾的时候呢。我就彻底的感受到自己本身有很强大的生命力跟勇气，然后同时呢，也有一种准备呢去面向任何挑战来去跨越的一个心情啊。所以当时候就让我回想起在学会里面学到的一句指导，就是痛苦时、悲伤时、难过时，犹如孩子般投入母亲的怀抱，向母亲撒娇，以坦诚的心情深深呼唤玉本尊。投进玉本尊的怀抱里，玉本尊会仔细倾听，我们就像倾诉衷情，像与玉本尊对话般不断的唱题，即便是地狱之苦，也会难以置信的像露水般消失。当时候呢，我就把我自己想要找的这个工作条件呢，每一个都写下来，每一天呢，就是认真的唱题去祈求。所以到最后呢，我也成功找到我想要进的一间公司，而每一个条件呢，都如我所祈求的那样哦，有比如工作地点啊、时间啊、薪水啊等等。所以当时候虽然已经开始工作但是基本上呢，我都会把所赚到的每一个月的薪水的95%呢，就是交给家里来去还清一些账单跟费用。所以我每一天呢，都是带着便当去到公司当午餐吃的。在工作上呢，我也秉持着在学会里面学到的一句指导，就是信心1人份，工作3人份，认真的去工作。除此之外呢，在工作上我也很福运的遇到一位很好的老板，在我的工作上呢，给了我很多机会来去成长跟进步，也成功的在2年里面呢，能够去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也破例的升职。在2022年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就很想要在工作上有更大的突破跟进步，所以呢，我再一次的将所有想要的条件、工作条件呢都写下来，再一次认真的去祈求，到最后呢，我也成功转换到一间新的公司，然后也让我有很多学习的机会来去提升自己。然后在这个期间呢，转换工作过后呢，我的薪水基本上呢也有很大的幅度的改变了，所以也让到我家里的经济呢有很大的转变，然后同时间呢也更加的稳定。在挑战这个经济的问题的当中呢，也有机会呢做出我跟我父母人生中第一次的这个对话。然后在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把自己心里面最想要说的话，跟自己最深的感受来去说出来。虽然在过程里面就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呢，对话过后呢，就会让我们双方都感受到自己那个内心的大门已经打开。所以在家里上的一些安排我们都有商有量。然后又或者是在经济上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的去协助跟扶持。回想起，如果我没有遇到日莲大圣人的佛法，在我非常压力的那一刹那我应该是承受不了那个压力，也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问题，就会选择了断自己的生命就好。
那我自己本身感受到最大的幸福呢，就是在遇到任何问题与困难的时候啊，只要彻底认真的去祈求，然后就会涌现自己生命里面的勇气和生命力呢，没有什么是跨越不了的问题呀。所以这个就让我回想起学会里面的一句教导，就是痛苦或烦恼越大，一旦超越过去呢，就能开启幸福境界，点燃欢喜生命。这就是妙法的信仰。既然这个佛法它能够让我获得幸福，一定能够让到对方也感受到这个幸福。那么我自己本身在跨越这些种种的问题过后呢，就有感受到那个幸福感，然后很自然的呢，我也很想要去跟身边的友人来去做出分享，鼓励他们。所以在看到他们面对这生活上的那些问题啊，在烦恼不堪的时候呢，我就会绞尽脑汁，想尽办法的呢，去介绍他们这个佛法，鼓励他们。尤其是跟我面对相似经济问题的人啊，我更加的想要告诉他们，这一切呢，都一定能够跨越过去，绝对不要放弃啊！所以我也会常常把在学会里面学到的指导呢，就是准备在一些小礼物啊，或者是小书签上面，然后就是送给我所遇到的这些友人们啊，希望呢这一句指导能够成为点燃他们生命里希望的那一个。所以当时候呢，在做出这些鼓励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可能拒绝我的人，或者是不想要听我讲的人。所以这个就让我回想起我在中学时期呢，其实我也是那一位一直在逃避那些鼓励我的人。可是到最后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会尝试的去以日莲佛法来去克服。只要我不放弃，继续鼓励身边的友人，也一定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幸福感，获得一个绝对幸福的人生。就像我在学会里面所学习到的指导一样，自己获得幸福没什么了不起，是件简单的事。想让别人也获得幸福，才是信心的基本。我会继续努力，让身边的友人也获得绝对的幸福。